你知道在世界所有神话中哪把武器的实力最强吗？我敢肯定，很多人会说海神的三叉戟，还有雷神之锤，但他们都排不上前列，甚至雷神之锤只能排在倒数。为此，我查阅了大量中外神话资料，将各个武器进行综合分析，最终盘点出10把最强武器。现在就为大家一一奉上。第10，哈迪斯的双叉戟。冥王哈迪斯是掌管瘟疫的神，曾经使特拜城邦染上致命的瘟疫，直到2个少女自愿献祭，瘟疫才停止。他也是个狠角色。传说中哈迪斯的双叉戟能够勾魂夺魄，具有黑暗力量的保护，可以粉碎任何前进道路中遇到的障碍。哈迪斯的形象通常是坐在4匹黑马拉的战车里，手持双叉戟，无论前面有任何障碍，他都能铲除，可谓所向披靡，所向无敌。在西方，一般将哈迪斯作为金融投资业之神，其冷静内敛、坚韧执着，以及那一击必杀的磅礴气势为大众所敬仰。人们通过敬拜哈迪斯来渴望得到运筹帷幄的统筹力，以及对于稍纵即逝的商机的把握能力。他的个人能力和手中那把武器自然是息息相关的。第9，如意金箍棒。这杆神兵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。如意金箍棒是神话小说《西游记》中孙悟空所使用的武器。如意金箍棒原本就是兵器，是太上老君所炼制。如意金箍棒这个名字也是太上老君所取，并刻在棒身上，是最初的名字。后来被大禹借走治水，才被大禹取了第2个名字天河定底神针铁。在孙悟空得到后，能随心意随意变化大小，而且似乎他只听孙悟空的。在书中，金箍棒被夺走过，但没有任何其他神仙或者妖怪能够让金箍棒随意变化。譬如孙悟空将金箍棒变成绣花针大小，藏在耳内，临敌时从耳内取出，马上变成碗口粗细的一根铁棒。虽然这把武器的威力一般般，但是在大圣手中却能够发光发热，也算是神兵一杆了，故排名第9。第8，雅典娜之盾。雅典娜之盾是由一头母羊阿尔马特亚的毛皮制造，虽然是用山羊皮打造，但拥有驱除一切邪恶灾难的驱魔能力，连宙斯的雷电也对他没有丝毫的影响。雅典娜的盾牌象征着恐惧、追踪、凶暴、战斗。当年雅典娜和赫尔墨斯联手割下美杜莎的头，然后雅典娜将她的头颅固定在自己的盾牌中央处，因此雅典娜之盾还具有石化敌人的能力，这相当于是开局自带一个 buff 了。盘点中外神话武器实力排行，今天它来了第7，雷神之锤。顾名思义，这把锤子自然是北欧神话中雷神托尔的武器，全名叫做妙尔尼尔。它是洛基在戏弄诸神与侏儒时意外得到的武器，后来赠送给托尔使用。然而因为洛基的导弹使武器的握柄变得稍短，因此打到他的侏儒认为它并不完美。但即使如此，妙尔尼尔仍为北欧神话中最强的武器之一。由于此锤拥有强大的力量，其威力足以一击粉碎一座大山。托尔又是极受崇拜的神，所以古代的北欧常以此锤的形状做成项链，当做护身符。不仅如此，在漫威电影雷神索尔这一角色中，使用的正是雷神之锤。索尔挥舞着锤子肆意飞行，召唤雷电，在漫画中甚至还能吸收能量，并把能量成100倍奉还给敌人，可见其实力非凡。第6，后羿射日弓。后羿弓是洪荒10大神器之一，相传古时天上曾经有10个太阳，因此人间民不聊生，困苦不堪。天帝怜悯世人艰苦，便寻找世间有缘之人，赠其神弓神箭，并命他用神弓射落9个太阳，以解除旱灾，拯救万民。事成之后就能被封为神将。后羿接到命令后，拿着射日弓就赶往了人间。后羿射日弓呈现红色，箭为白色，射箭手后羿拉开大弓，瞬间消灭了9个太阳。后羿射日得到了天界和人界的夸赞，但是却受到了其他神的嫉妒。第5，海神三叉戟。说到三叉戟，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 DC 电影中海王的兵器，它是亚特兰蒂斯王位的象征。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把三叉戟远比海王的那把要强多了，它就是海神波塞冬的兵器。海神三叉戟不仅可以召唤海兽，当它击中地面时还能够造成毁天灭地的效果。波塞冬具有呼风之术，并且能够掀起或是平息狂暴的大海。当它愤怒时，海底就会出现怪物，它挥动三叉戟就能够引起海啸和地震。而且波塞冬的三叉戟并非只用来当做武器，它也被用来击碎岩石，从裂缝中流出的清泉浇灌大地，使农民五谷丰登，所以波塞冬又被称为丰收神。第4，轩辕剑。轩辕剑又名轩辕下雨剑，是传说中的神兵利刃，是一把圣道之剑，由众仙采首山之铜为皇帝所铸，后传于夏禹。剑身一面刻日月星辰，一面刻山川草木，剑柄一面书农耕畜养之术，一面书四海一统之策。剑身上刻有28星宿等图案，内蕴藏无穷之力，为斩妖除魔的神剑，是中华民族的象征。轩辕剑伴随着皇帝的征伐，沾满鲜血，自此轩辕剑的威名惊天动地，成为10大神器之一。此剑后传与夏禹，大禹治水时立下汗马功劳，夏朝凭此立国。几百年后，商汤持此剑取天下，大外商贾3大邪刀，再次建立新的王国商朝。但在这之后，轩辕剑却不知去向了。你知道在中外神话故事中哪把武器的实力最强呢？既不是雷神之锤，也不是如意金箍棒。我分析了中外神话中所有武器，并将它们由弱到强逐一排序。第3，盘古开天斧。
据说在天地混沌之初，盘古大神一觉醒来，见天地昏暗，雾霾太重，随即拿出一把巨大的斧子劈开了天地，从此我们又有了世界。这把斧子便叫做盘古开天斧，它可以说是中国神话中的兵器之王了，同时也是神话传说中最大的兵器。在书籍《三武历纪》中是这样记载的，说盘古开天辟地斧破33000丈，柄粗3300丈，长66000丈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一把斧子就有一个镇那么大，其重量更是达到了108000斤，而且这只是参照了《封神演义》中的重量。如果按《三武历纪》中的说法，108000斤肯定不止，毕竟它也是用来开天辟地的神兵，并且此斧威力巨大，拥有分开天地、穿梭太虚之力，普通的兵器在他面前就是个弟弟。第二，东皇钟。东皇钟乃是神器力量之首，他的实力足以毁天灭地，吞噬诸天。盘古开天辟地的时候，东皇太一拿着东皇钟杀死了3000混沌魔神，这样一来，盘古才能顺利的开辟鸿蒙，创造天地万物。东皇钟也能创造世界和毁灭世界，它能禁锢镇压一切空间，世间上的任何一件宝物、法术、神兵利器都伤害不了它。所以当初皇帝在创造山海界、云中界以及天书世界，都是依靠这个东皇钟的力量。而且东皇钟其实还是一件护身法宝，在盘古开天辟地的时候，就是他的护身法宝，帮助盘古抵挡鸿蒙子气的杀气。可惜的是，东皇钟之后下落不明。据古月圣说，他已化为人形。第一，宙斯之盾。众所周知，宙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神，在他的手里除了有一把威力无比的头枪之外，还有一面能化险为夷且无坚不摧的无敌盾牌。相传宙斯之盾有2面，一面借给了智慧女神雅典娜，另一面则自己使用。宙斯的盾牌由火神赫菲斯托斯打造，由一头神圣的母羊的羊皮制成，是世界上最坚固的盾牌，充满着魔力，是宙斯的雷电唯一不能打破的武器。宙斯的盾牌是极云盾牌，具有产生乌云的能力，一旦挥动它，就会产生剧烈的风暴；一旦把它放下，天空就变得阴暗；一旦拿起它，天空就变得晴朗。宙斯是统治天空的众神之神，他的雷电也是毁天灭地的存在。如果连宙斯都劈不开他自己的盾牌，那么盘古开天斧也不一定能和他碰一碰。综合来看，宙斯之盾排名第一，大家应该没有异议吧？